和美游轮到底值不值得的？有人说它优雅又精致，有人说它老气又无聊。这一次我将分享3个我爱上它的原因，和3个让我翻白眼的地方。其中一个我爱上的原因是让你绝对想不到的。嗨，我是艾乐婶，我在这里分享我的旅游心得，尤其是邮轮的实战经验，不止带你们看看坐邮轮到底有多爽，还分享一些没有人告诉你的真相。欢迎订阅我的频道，那我们现在马上开始。简单的说一下，我已经搭过了超过20次的邮轮，有搭过 MSC、Royal Caribbean、Norwegian 还有 Carnival。这一次的心得是累积了我几年来的体验。先小人后君子，先让我说一下我所不喜欢的和美邮轮吧。第一点，娱乐少又平淡无奇。晚上9点多开始，整艘邮轮就已经没什么夜间活动了。我知道和美邮轮的客群平均年龄是偏高的，但并不代表他们的娱乐活动就应该要如此单调啊。很多长者还是喜欢跳舞、听音乐、享受娱乐的，但是和美邮轮的娱乐安排相当有限，整艘邮轮只有2-3个表演场地，再加上一个剧院。而且呢，剧院有些时候就是放电影而已，而不是真人表演。要知道，其他邮轮的晚上呢，通常都安排了很多表演，但和美邮轮上呢，就是钢琴和摇滚乐轮流表演啊，然后晚上还有一个秀，就这样没有了。虽然客群都是年长者比较多，但不代表他们不想娱乐啊，是因为没有地方可以娱乐好吗？让我给你们一个好例子，就是在其他邮轮上，相对属于冷门的钢鼓表演，竟然在和美邮轮上是主打秀。在我们12天的航程中，最热门、最好看的表演就是这个钢鼓秀，而其他时候的歌舞表演呢，就是一些歌手唱一些经典的歌曲，然后再搭配舞者表演，就这样而已。其实有质感又典雅的娱乐表演是很多的，比如说嘉年华邮轮有3人组成的弦乐队，皇家加勒比海有百老汇的 Cats， 挪威人邮轮有 Jessie Boys。 这些表演应该也是符合和美邮轮的品牌定位吧，但是他们却没有往这方面做安排。邮轮上的唯一一个 party 就是 Orange Party， 顾名思义就是大家要穿戴一些有橘色元素的。而这场 party 里面，我看到很多长者也是跳舞，跳得很开心，不亦乐乎，所以证明了这些长者也是很想狂欢一下的。我想如果每3-4天就办一个 party， 应该也不过分吧。总之10点多之后呢，整艘邮轮就好像是各位觀眾晚安。第2點，自助餐一點都不自助。自從我開始做 YouTube 之後呢，很多事情我不想用猜測的，我會直接跟工作人員求證。有一個晚上，我在自助餐廳問了一位工作人員，和美郵輪的自助餐是不是都不可以自己拿食物？他回答我，正常是可以自己拿的，但前幾個航程發生了腸病毒，所以安全起見，暫時改為由工作人員幫你取餐，這並不是常態喲。但事情真的是这样吗？因为3個禮拜之後，我阿姨也搭上了和美郵輪的另外一艘船，結果她也遇到一樣的狀況，還是不能自己拿食物。難道那一艘船也有腸病毒？而在我製作這一支影片的時候呢，我就特地上網查了一下，所有人都說和美郵輪早就取消了自己拿食物的方式了。這樣一個小舉動好像沒什麼，但是這樣對非英語系的遊客來講非常不友善。你要隔着玻璃，然後用英文跟工作人員說你要這個你要那個，就算你英文有多好，很多 cheese 的名字你也叫不出來啊，豆類啊，蔬菜，你不是每一個都會嘛，而且也沒有辦法自主的決定分量。當然你可以跟工作人員說多一點少一點，但是不管怎麼樣還是不能自主決定啊。而且每一區呢基本上都只有1個工作人員在負責，所以說儘管你只想拿一個麵包，你也要等前面的人點完餐了才輪到你。而且以我的觀察，很多不會英文的客人都會刻意不去主餐廳吃飯，因為他們不曉得怎麼跟服務人員溝通，怎麼點菜，所以呢就會選擇去吃自助餐比較自在嘛。但萬萬沒想到，到了自助餐還是遇到一樣的難題。
这里补充一下，和美邮轮的主餐厅菜单只有英文或是印度文，所以说如果今天我带着我不会英文的妈妈一起搭上和美邮轮，我必须要跟着她去每一个不同的餐区点餐，帮她翻译，她才有东西可以吃。我很想知道在亚洲行驶的和美邮轮也会是这样子吗？有经验的朋友请跟我分享哦。第三个我不喜欢的就是他们的甜点，作为最后一道菜的甜点，如果做得出色的话，那个味觉还有整个用餐的体验是可以延续下去的。但是和美邮轮上的甜点根本就是照片，摆盘非常精美，颜色缤纷，看起来赏心悦目，但是一吃进去马上就让人失望。主餐厅主打的甜点竟然是冰淇淋，而且不是那种有特色的意大利冰淇淋或是特别口味的，就是基本的冰淇淋。而在自助餐的明星甜点竟然是米布丁，问题是它超甜，没有层次，就是甜。而要付费的特别餐厅甜点就有比较好一些，但依然跟不上前菜跟主菜的那个水准，反正就是有一种烂尾收场的感觉啦。现在让我分享3个喜欢的地方。第一个就是他们的服务超贴心的，他们有很多细节做得非常到位，比如说在房间里面准备了雨伞、沙滩包包还有浴袍，这些东西你都不用开口问，他就已经准备好给你了。偶尔呢还会在我的床上放上了巧克力，而且每天都会打扫房间2次。让我最惊喜的是，在游泳池旁边的毛巾就像是你家里的浴室一样，可以随手拿，不用排队，不用登记，不用刷房卡。这个细节让我觉得我是被信任的。相对的，和美邮轮的客群呢，基本上不会滥用这种贴心的服务。当其他邮轮公司没办法做到同样的开放式服务的时候，我是能完全理解的。再来就是他们的登船流程真的非常流畅，只要简单的用机器，再加上真人在旁边补助一下就完成手续了。下船的时候也是非常的丝滑，他们还提供了一项超级贴心服务，就是有需要的话，下船的那一天，他可以将你的行李直接从邮轮运送到机场或是你住的酒店，超赞的。那当然这些都是要付费啦。他们的服务也是非常专业的，只要跟工作人员多聊了几句，他们就会开始试着记得你的名字。后来我被叫做 Miss Allison， 真的让我有一种宾至如归的感觉。第二点，食材非常新鲜。说到食材，和美邮轮真的没有让我失望，像是他们的果酱也是厨师煮出来的，并不是罐头。而洋葱汤这一种几乎每个邮轮都有的基本汤品，他们煮的特别浓郁，特别好喝，感觉就是用心煮出来的爱心汤。而且他们的鱼肉跟鸡肉都不会有冷冻的味道诶。关于他们的免费食物，我已经上传了一支影片咯，还没有看的欢迎点看。第3点就是让你们意想不到，让我喜欢的原因竟然是他们的价钱。听起来很扯，但是让我算给你们看。我们以今年8月份去阿拉斯加7天的航程做一个比较，假设我们都是从西雅图出发，选择最便宜的内舱房，和美邮轮最便宜的是1124美金，皇家加勒比海946美金，嘉年华邮轮653美金。这样看起来基本船费最贵的是和美邮轮，但是只要你购买了他们的 Half EO Package， 它就可以完全反败为胜皇家加勒比海的 Drinking Package， 原价105块美金一天，加完 18% 的服务费，一个人就是125块美金一天。而嘉年华邮轮的 Drinking Package 加完服务费之后也要95块美金一天。请注意，以上都是只有含酒精饮料的 Drinking Package 而已哦。而和美邮轮的 Half EO Package 每人每天才60美金，这个套票可以让你享有酒精饮料套票、WiFi 无线上网、安上观光的额度，还有特别餐厅。细节请点看我这一支影片。所以这样算下来，和美邮轮性价比超高的。最后我想要做一个总结，最近我才搭完皇家加勒比海邮轮，上面有个 comedy， 他说搭和美邮轮的都是 Joe Biden， 但我觉得
和美游轮的高龄客群并不是它的缺点，不管你几岁或是有没有小孩子，只要你是喜欢安静慢活的旅游方式，都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。尤其是旺季的时候，你绝对会感谢和美游轮的那一种特有的平静旅游体验。以上就是我对和美游轮系列的总结，接下来我会开始上传皇家加勒比海的影片，能让我继续坚持制作下去的动力就是你们的友善留言、订阅、按赞和分享。那我们下支影片见咯，拜。